关灯睡觉有多危险呢？据不太靠谱的灵异专家说啊，关灯睡觉可能会遇见吊吊哦。而今天这部电影需要全程开灯才能观看，因为这只吊吊见不得光。臭宝们准备好了吗？影片开始，眼前这个瘦弱的女人正在像往常一样内卷加班，殊不知还有2秒她就要见到吊吊了。就在她关灯的瞬间，黑暗中凭空多出了一只鬼影，吓得赶紧打开了灯。灯亮之后，更可怕的来了，那里竟然什么都没有。调皮的女人继续尝试着关了灯，那个鬼影又出现在了黑暗中。好奇的女人反复在作死的边缘横跳啊，她不停地开灯、关灯、开灯、关灯，最终反应迟钝，她终于顿悟了，这他妈是有鬼啊！吓得女人撒丫子就逃啊！在逃跑之前，善良的女人还不忘提醒自己的 boss， 公司仓库里有吊吊。遗憾的是，假装忙碌的老板此时根本就不 care 女人，女人被气得扭头就撤。此时8200平的大公司里，只剩手无缚鸡之力的老板一人了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老板肯定是要出意外了。果然，就在抠门老板去仓库兑货时，那个鬼影又突然凭空出现了。他顿时想起了刚才那个女人的提醒，好家伙，还真有吊吊啊！老板也被吓得撒丫子就跑，但不幸的是，倒霉老板跑太急了，直接摔了个就在这时，他的小腿突然传来一阵剧痛，等他疼得嗷嗷爬起来之后，却惊恐地发现刚才光溜溜的腿上此时已经血肉模糊，好凶的吊吊。然而此时那只凶吊吊正在步步逼近，老板害怕的连连后退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转机来了，聪明的老板无意间发现了吊吊的弱点，那就是他不敢站在有光源的地方。此时不逃更待何时了？老板赶紧拼了老命，狂奔进他的私人办公室。紧接着他麻溜的打开了所有的灯，再拿起木头做的棒球棍防身。就在他以为自己安全了的时候，突然所有的灯都灭了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，门竟然自动打开了。下一秒，倒霉的老板就被拖进了黑暗中，彻底凉凉了。更可怕的是，当老板死后，吊吊居然又变本加厉的缠上了他的妻子。就在老板下葬的当天晚上，他的儿子怂弟无意发现了平时话不多的母亲，一到半夜就对着黑暗里的某处自言自语。等他准备看个仔细时，却惊恐的发现母亲的房门旁竟然趴了着一只鬼手。有鬼啊！吓得怂弟赶紧跑回了自己的房间，躲在被子后面瑟瑟发抖。等到天亮，胆小的怂弟再也不敢多在家里待1秒，他赶紧马不停蹄地找到了跟母亲赌气而离家出走的怂姐。就在宠弟狂魔怂姐同意怂弟搬来跟他一块住时，怂弟接下来的一句话直接让怂姐愣住了。原来怂弟昨晚无意间听见了母亲喊那只吊吊的名字，戴安啊！而这个名字怂姐听了可不止上百遍了，甚至在他小时候画画时，那只叫戴安啊的吊吊还抢走了他的画。等他找到画时，那画上已经多了吊吊的名字，看来这还是只到处署名十分自恋的吊吊呢。然而就在怂弟搬来的当晚，更大的危险发生了。有观众说，看完这部电影他再也不敢关灯睡觉了，因为关灯后会出现可怕的吊吊。而不知情的怂姐却选择了关灯睡觉，殊不知吊吊还要3秒钟到达现场。下一秒，熟睡的怂姐突然被诡异的声音吵醒，正好屋外亮起了霓虹灯。趁着霓虹灯的亮光，怂姐惊恐地发现刚才发出声音的地方，此时竟然连个鬼影都没有。然而就在霓虹灯熄灭的瞬间，一只可怕的吊吊突然朝着怂姐扑来。这时屋外的霓虹灯又突然亮起了，随着灯亮的瞬间，那只吊吊又突然消失了。怂姐顿时悟了呀，这只吊吊怕光。聪明的怂姐赶紧冲出去，打开了屋内的灯，这才逃过了一劫。但真的逃过了吗？当然不存在的。就在第二天天刚亮，早起的怂姐就震惊地发现地板上不知何时被刻上了戴安啊3个字。不好，这不是她小时候见到的那只吊吊的名字吗？她又找上门了。为了不让童年阴影再次上演，这次怂姐指着地板发誓，她一定要查出那只吊吊究竟是何方妖怪。于是她赶紧着急忙慌地回到母亲家里翻找资料。然而这个真相却让怂姐感到不寒而栗呀。原来这只吊吊生前竟然是她母亲的好闺蜜，而好闺蜜得了一种不能见光的病，只要见到一丝亮光，她的皮肤就会溃烂。而那时迷信的人们竟然把得病的闺蜜当成吸血鬼囚禁了起来，还要每天接受惨无人道的实验。就在实验过程中，好闺蜜突然被巨大的电流电得瞬间灰飞烟灭，闺蜜集万千怨念于一身，最终化为了厉鬼。然而生前是啥样的人啊，死后就会是啥样的吊吊。由于闺蜜生前无法见光，因此即使变成厉鬼的她依旧无法见光，可怜的她只能终日游荡在黑暗里。但怂姐善良的母亲却不忍闺蜜无依无靠，非要作死的把死去的闺蜜留在自己家
家中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这种闺蜜情最终还是变了质了。死去的闺蜜居然对怂姐的母亲占有欲越来越强，于是她狠心的杀死了怂姐的父亲。怂姐此时暗叫不妙啊，根据调调这该死的占有欲推测，下一个遭殃的肯定就是自己和弟弟了。清醒的怂姐赶紧带着弟弟躲进了一家出租屋里，殊不知此时这家出租屋才是最危险的。果然，门外突然传来了咚咚咚的敲门声。就在怂姐打开门后，更可怕的是，门外竟然什么都没有。就在怂姐疑惑时，衣柜里又突然传出噔噔噔的敲打声，吓得怂姐赶紧壮着胆子过去查看。就在她打开柜门的瞬间，怂弟突然被拖进了阴暗的床底。好在怂姐死死地拽住了怂弟，他才难逃一死。是那只调调追来了。怂姐此时又气又怕，她连夜拉着怂弟和仗义的男友，气冲冲地跑到母亲家中，大声质问单纯的母亲：“你为什么要收留那只调调？你不知道他要杀我们吗？”然而自欺欺人的母亲却再三坚称她的好闺蜜没死。不仅如此，母亲还愤怒地请求别把自己的闺蜜赶走，现在闺蜜就是她唯一的朋友。怂姐顿时明白了，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调调身上，是她孤独的母亲太需要陪伴了。就算知道闺蜜是鬼魂，也要留下对方陪自己。此时叛逆的怂姐终于感到了一丝惭愧，她决定陪着母亲一起走出心魔。殊不知她这个决定带来了一场最要命的危机。这个女孩就连睡觉都不敢关灯，不仅如此，她还把家里所有的灯都用胶带粘了起来。不仅是她，就连她的弟弟也加入了这场奇怪的行动中。只见怂弟找来了手电筒、灯泡、蜡烛等所有他们能想到的备用光源，而这一切只因为当没有了亮光后，就会有可怕的调调出现。但他们此时还没有意识到，就算他们把一切准备妥当，调调还是会现身。果然就在半夜时，整栋房子的灯突然全部都熄灭了。熟睡的怂姐瞬间被惊醒，吓得她赶紧打着手电筒去检查电闸，殊不知这正中了调调的调虎离山之计。只见狡猾的调调突然一把将独自留在房间中的怂弟拖进了黑暗中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还好聪明的怂弟及时举起了手中的蜡烛，蜡烛发出的亮光直接吓得调调屁滚尿流。怂弟赶紧趁机跑来了电闸室寻找怂姐，不料这个举动却给他们带来了要命的危险。只见调调一把锁住了电闸室的大门，将怂姐他们困在了这里。怂姐暗叫不好啊，该死的调调一定是去找自己的男友了。恭喜怂姐啊，猜对了。此时调调已经找到了怂姐一脸懵逼的男友，男友吓得连连后退。怂姐赶紧扯着嗓子大喊：“你相信光吗？快去有光的地方！”可不幸的是，所有的男友都有的耳背啊，偏偏此时发作了。调调怒吼一声，直接一个大逼斗扇飞了男友。眼看着就要凉凉时，男友突然下意识地举起了手机，调调顿时被手机屏幕的光吓跑了。不对，还没有完全跑。随着手机锁屏，屏幕亮光消失后，调调又瞬间现身了。这次聪明的调调一把打掉了男友的手机。此时反应迟钝的男友终于顿悟了，眼前的调调害怕亮光啊，于是他赶紧跑到了外面有光的地方。他逃，他追，他插翅难飞。就在追来的调调要摔死男友时，男友急中生智，赶紧摸出了车钥匙，打开了车灯。最终幸运的男友立刻开车逃命去了。男友是逃跑了呀，但被困在电闸室里的怂姐可就要倒大霉了，因为此时他的手电筒马上就要没电了，一旦亮光消失，调调就会杀了他们。害怕的怂姐急忙翻出一堆废纸，点起了大火炉。紧接着怂弟却无意间发现了一个紫光灯，这下好了，终于有光了。二人此时不知道的是，这个紫光灯会让他们陷入地狱之中。此时在紫光灯的照射下，墙上竟然出现了恶毒的诅咒：“都去死吧，他是我一个人呐！”原来这里竟然就是调调的老巢，而这些诅咒都是在诅咒接近怂姐母亲的人。这下糟了，怂姐吓得脸都蓝了。就在怂姐想加快脚步时，却来不及了。此时调调已经回窝了，吓得怂姐极度害怕的怂姐一边后退，一边将紫光灯往调调脸上怼呀。然而调调唯一不怕的灯，就是紫光灯。调调直接一把拽住了怂姐。就在怂姐被拖入黑暗的前一秒，一束亮光突然照在了调调手上，调调的手瞬间被烤得滋滋冒油，简直不要太香啊！原来是怂弟拿着手电筒最后剩下的亮光救下了怂姐。害怕的二人赶紧逃到了火炉前，没想到就在这时，火炉门突然自动关上了啊！吓得两人撕心裂肺的大叫啊！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刚才逃走的男友居然带着警察赶来了，姐弟俩终于得救了。只是可怜的警察根本就不是调调的对手啊，还没正面硬刚就被调调拖进了黑暗中，彻底凉凉了。孝顺的怂姐孤身一人返回母亲的房间，试图救出母亲，但此时记仇的调调已经被彻底激怒了，他直接一个过肩摔，把怂姐狠狠地从2楼扔了下去。就在调调准备解决怂姐时，还好母亲及时拦住了调调，怒吼道：“ Don't hurt my kids.”
接着，母亲居然把枪怼在自己的头上，砰的一声，调调灰飞烟灭，而母亲也死了。原来，调调和母亲早已形成共生的关系，只有母亲死去，调调才会消失。为了救下松姐，母亲决定牺牲自己。此时，幡然醒悟的松姐伤心欲绝地扑向母亲，可惜啊，这一切都太迟了。她曾经有无数的机会可以拯救母亲，但年少叛逆的她却选择最没用的离家出走，如今只能跪在母亲的尸体边忏悔。这世间最大的遗憾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待，人呐，总是等到失去后才追悔莫及。亲情也好，爱情也罢，友情亦是，趁着能拥有的时候，好好去爱吧。